有人溺水了。喂，你快醒醒！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快醒醒！脉搏太微弱了，严重失温，情况很危险。烫，我好热。重度失温引发热幻觉了，救护车赶不到，再拖下去他肯定撑不住。救人要紧，先保住他的命最重要。别睡，坚持住，你一定没事的，我不会让你出事。水好冷。他现在意识全无，全是失温的本能反应，我必须稳住，不能放弃。是有人救了我。我患有异性接触应激障碍，可刚才全程被他救治，竟然没有丝毫抵触。副总，你没事吧？我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我没事，立刻派人彻查这里，查出刚才救我的那个女人。身上有异味，不合格，指甲缝不干净，卫生太差。刘梦琪，高级护工，海外进修婴幼儿护理，精通3门外语，证书齐全。留下。谢谢李主管。肤质细腻，身形匀净，是少见的清爽人，特别是这，一看就很足。你也留下。谢谢李主管，太好了，这下安安的奶粉和妈的透析费全有救了。李主管，快带他们上来试试，团团一直哭，怎么都哄不好。夫人您放心，我学过婴幼儿心理学，最擅长哄宝宝了。这死孩子怎么这么难伺候？李主管，你挑的这是什么人？连个孩子都抱不好。夫人，能让我抱抱吗？不错，以后你专门照顾团团。好的，夫人。呸！一个带拖油瓶的寡妇也配抢我风头？天哪，婉香，你这衣服怎么破了？穿这么透，还刚好裂在胸口，怕不是仗着自己奶水多，故意弄破了，想耍手段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，还敢狡辩！我看你这个寡妇就是想借着照顾小少爷，用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勾搭男主人。够了，这种心思不正的人我用不起。李主管，立刻让他走人。夫人，您听我解释，真不是他想的那样。夫人让你滚没听见吗？还死皮赖脸待在这干嘛？副总，属下无能，还没找到上次救您的女人。算了，说不定上次只是生理本能的巧合。就算见到她，我或许也会有排斥反应。完了完了，副总有异性接触应激障碍，碰到女人就浑身僵硬犯恶心，这直接抱怀里了。按他的脾气，不会出人命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下去看看！这次苏婉行死定了。这味道是水果旁边那个人，一点排斥反应都没有。他果然是个例外。快放开我！放开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快把整个疆场翻遍了。二爷，这是刚招来照顾团团的护工，没规矩冲撞了您，您千万别见怪。专门带团团的护工还要求奶水钱，所以她已经嫁人了。副总，她就是个带拖油瓶的寡妇，满脑子都是怎么勾搭男人攀高枝，这种人就该立马滚出傅家。寡妇，那正合适。你说什么？寡妇没有家事拖累，带孩子才能更尽兴。留下她，勾搭男人，那正好，来勾搭我。既然二爷发话了，那就留下。李敏，去带苏小姐换身新衣服，以后就专心照顾团团。就是这个味道，简直要命！
这么多年，一靠近女人就浑身僵硬犯恶心。本以为水库那次是求生本能，可今天抱住她，依然没有排斥反应，甚至觉得不够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我来喂副总吃葡萄呀。哎呀，葡萄掉进去了。你，副总，帮我把拿出来好吗？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喜欢。副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帮我换套干净被子。副总都30岁的人了，居然还会做这种蠢梦，这不都是20出头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才有的状况吗？副总，4少的器械采购合同还有几个条款要商证，要不要现在送过来？我知道你喜欢。不用送，我自己过去。怎么回事？一喂奶就吐，还呛得直哭。夫人，小少爷看着特别难受，谁碰都不行。夫人，让我看看。你一个没受过正规育儿培训的乡下护工，能看出什么？小少爷这分明是呛奶了，得用专业手法拍背。我可是拿过国际婴幼儿护理证的。你快住手！你这样拍只会让奶块卡得更深，还会窒息的。小少爷喘上气了。谢天谢地，团团总算没事了。婉星，你真是我的救星，把这镯子拿去清洗一下，赏给婉星。那镯子少说值5万块，居然白白便宜了他。不行，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我绝不能收。别推辞，以后团团还得全指望你多费心。多谢夫人，我一定把小少爷当亲儿子一样照顾好。苏婉欣，你给我走着瞧！四夫人，副总马上就到，说要找4少谈器械采购的事。各位护工，千万注意避开副总啊！好，我这就去叫锦衣，你们都散了吧，去忙自己的。婉欣，你留下照看团团。周叔，这位副总脾气很吓人吗？吓人！副总有严重的异性接触应激障碍，以前有个不安分的保姆故意衣衫不整往他身上贴，副总当场大发雷霆。那女的事后在整个城市直接被封杀，连个扫地活都找不到。那我和他在水库岸边，还有楼梯口的接触，还好这2次都是意外，他没跟我计较。不过以后还是得躲这个火焰往远点儿。也不知道我的安安怎么样了，婆婆的透析有没有按时做？以前有个不安分的保姆故意衣衫不整往他身上贴，副总当场大发雷霆。完了，我不会也要被全城封杀，连这份救命的工作都丢了吧？他怎么会立在水库那边，让我移不开眼？不是消毒水味，为什么这种味道会让我觉得安心，甚至控制不住？副总别乱来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你沾到东西了。谢谢副总。你刚才说法治社会是什么意思？堂哥，你怎么跑到育婴室来了？我找你半天了。来看看小侄子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什么时候对小孩感兴趣了？以前我也觉得我不喜欢小孩，现在才发现其实还挺可爱的。苏婉欣，我傅景生看上的东西，从小到大还没失手过，你也不会例外。
刚才看我的那个眼神，绝对是想把我开除，让我在江城这里混不下去。堂哥，以前有事儿你都是让特助传话，今天怎么亲自跑一趟？堂哥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什么？算了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正好今天奶奶喊全家吃晚宴，时间差不多该动身了。家宴？那他是不是也会去？地址发我。哥，你不是有异性接触应激障碍吗？这种全家女眷都在的饭局，你从来不去的啊！我改主意了。还坐着干嘛？走啊！一会儿老太太该急了。你怎么不站起来？你先走，我腿麻了。天天泡健身房还能腿麻，真是奇了怪了。景深啊，你知道奶奶这把老骨头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吗？完了，又来了，堂哥肯定又要亮筷子走人了。我确实该考虑成个家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终于愿意去找个不排斥的女孩子了？不用找，已经有了。真的？到底是哪家的千金？老夫人，护工抱着小少爷到了。他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苏婉欣呢？夫人，婉萱她今天身体不舒服，请假了。怎么回事？苏婉欣呢？夫人，婉萱她今天身体不舒服，请假了。她生病了。真是没用，团团在婉欣怀里怎么就不哭？景深啊，你快说到底是哪家的姑娘？不，门第不重要，只要能让你不排斥，什么身份奶奶都认。奶奶，公司还有个加急会议。哎，饭还没吃呢。怎么来的是他？白白浪费我时间。幸亏我打听到副总今晚会来，硬逼着苏婉欣跟我换了班。副总刚刚那个眼神，绝对是看上我了。你们是没瞧见副总看我的那个眼神，简直要把我吃干抹净了似的。可是梦琪姐，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结了婚就不能离吗？说不定副总就好我这口呢。再说了，老夫人都发话了，只要副总看对眼儿，什么身份背景都不计较。再以后啊，我就是傅家名正言顺的二少奶奶了。我可不像某些天生苦命的女人，克死老公，拖个奶娃，还得伺候尿流病婆婆，天生就是伺候人的贱命。苏婉欣，过来给我把脚捏捏，就当提前孝敬未来的女主人了。你敢给我甩脸子是吧？等我坐上傅家二少奶奶的位置，第一个就让你卷铺盖走人，我让你在整个江州都找不到饭碗。等你当上二少奶奶再说这种大话吧。但现在你跟我一样，只是个拿工资伺候团团的护工。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早晚有你跪下来求我那天。不是说他生病了吗？这毫无防备的样子，倒是比醒着时更让人移不开眼。你疯了吧？我怎么会做这种春梦？对象还是那个有异性接触障碍的活阎王？怎么会有红印？像是被什么东西蹭出来的。可能是给团团喂奶的时候，被他的小拳头给压出来的。婉欣啊，明天轮到你休息，回去好好陪陪你婆婆和孩子吧。好，谢谢李主管。做梦梦见谁不好，
偏偏梦见他。苏婉欣，你真是脑子进水了。哎呦，我们婉欣回来了。婉欣，你看，用你寄回来的工资，妈换了床新被褥，还给安安买了2身换洗的小衣裳。怎么不敢正眼看妈？是不是在主顾家里受什么委屈了？没受委屈，就是觉得心里挺对不住安安他爸的。好端端的说这话干啥？妈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跟一个男人。我还当出什么大事了呢？傻丫头，这不都是人之常情吗？你才26岁，难不成真打算给咱家守一辈子活寡？妈的意思是，要是碰到知冷知热合适的，该嫁就嫁。要是没碰到，人这辈子总归是有生理需求的。你就当给自己找个缓解压力的乐子，各取所需，妈不觉得丢人。妈，您越说越离谱了。妈也是寡妇熬过来的，这点事儿还能不懂？妈，您给我这个干嘛？我根本用不着。妈，我真用不上，您赶紧把它拿出来。婉欣，男欢女爱的事儿不丢人，妈是怕你苦了自己，还傻乎乎的觉得对不住这个，对不住那个。听妈的，收好了，别让人瞧见。你怎么才来换班？你迟到了整整4个小时，如何呢？又能怎样？大家都是护工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轮班时间是固定的，你迟到占的是我睡觉的时间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只能报给李主管处理了。奇怪，钥匙怎么找不到了？只能去后勤库房拿备用的了。可是去后勤库房必须得经过副总的私人训练室。都深更半夜了，他这种大老板肯定早回家睡了。不是吧？他居然真的在！谁家好人大半夜不睡觉跑来练拳啊？该死，怎么练到力气满脑子还是他？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是你。副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打扰您的，我这就走。站住！深更半夜的，你跑来我这干什么？我钥匙丢了，想去后勤库房找备用的。你知不知道这种拙劣的搭讪借口有多少女人跟我用过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这句也是。副总，我真的只是路过，求您让我走吧。慢着，我刚才打拳好像拉伤肌肉了，你过来帮我看看。副总，这不合适。别乱动，往上摸，仔细按按，看到底是哪块肌肉伤了。这烫人的温度，这心跳的频率，怎么跟梦里一模一样？你没拉伤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原来你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个误会。不如用。你说什么？
副总，你疯了！快放下！周景深，就是这个臭感，居然连一点排拒的恶心感都没有。傅景深，不要！求你放过我！是我太急了，吓到他了。没关系，我会慢慢的，等你心甘情愿。他不是有严重的异性接触应激障碍吗？不是一碰女人就反胃吗？为什么偏偏对我？难道他真的看上我？不行，就算他真的看上我，我们身份也差着10万8千里，绝不会有结果。以后我必须得躲着他走。苏婉星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团团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伤？夫人，我不知道，昨晚不是我值班，不是你值班，那是谁？昨晚是刘梦琪值班。夫人，昨晚可不是我，您看看护工值班记录。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绝不可能！副总，四房那边出事了，团团小少爷身上有淤青，四夫人正大发雷霆查人呢。知道了。夫人，这白纸黑字的记录可造不了假，咱们对对自己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哭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烦死人了！坏了，怎么掐出这么大一块印子？不行，这要是被夫人瞧见，我饭碗就砸了。苏婉欣，这黑锅你就替我背着吧。苏婉欣，这字迹就是你的。不可能，我明明……你自己日子过得苦，就拿无辜的小少爷撒气，你这寡妇的心肠也太歹毒了吧！我没有，我疼团团还不急，怎么可能碰他一根手指头？那你倒是解释解释，团团身上的伤哪儿来的？难不成是鬼捏的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平时装的那么疼的孩子，原来都是演戏。死了男人的寡妇，心里指不定憋着什么坏水。苏婉星，我那么看重你，团团那么依赖你，你为什么要伤害他？夫人，这种毒妇绝不能留。他今天敢掐小少爷，明天就敢下安眠药。您还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报警抓他！李主管，去报警。我又不在场证明，昨晚我离开的时候撞见副总了，他能证明昨晚根本不是我在值班。哟，苏婉星，你可真敢说啊！为了洗白自己，连这种弥天大谎都编得出来，你算老几呀？还指望副总能出面替你作证？我没撒谎，昨晚我真的跟副总在一起。夫人，您瞧瞧他这不要脸的样，居然敢把主意打到副总身上！我今天就替夫人好好教训教训你这贱蹄子！这一巴掌是替小少爷打的。谁给你的？副总，您这是……昨晚我确实和他在一起。糟了，他不会要把昨晚在训练室强吻我的事抖出来吧？昨晚是2点，他去后勤室拿备用钥匙，刚好撞见我。我走之前，他根本没回过意去。这不可能！副总，您肯定被这狐狸精给骗了，他掐伤了小少爷，您可不能包庇他呀！你觉得我傅景深需要沦落到为一个护工撒谎？既然副总愿意作证，可这张值班记录怎么解释？这纸太鲜了。
这才是这周的真值班记录。刘梦琪，你不仅伪造记录，还敢对团团下黑手！不然，这不是我冤枉啊！昨晚偷拿苏婉之钥匙的也是你吧？他居然在维护我！上次在他衣柜里泼消毒水的也是。这些小事他怎么会知道？副总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这点下三滥的手段瞒得过别人，瞒不过我。留着你的姐妹去跟警察说吧。副总，我错了，求您网开一面，别报警，我不能去坐牢啊！婉星，真是对不住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我让人事给你多发3个月奖金，算作补偿。夫人，我自己也是当妈的，我能理解您的心情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团团当亲儿子护着。我信你，你受了惊吓，快回去歇着吧。副总向来不问家事，今天怎么破天荒的管起闲事来了？白赚3个月奖金，这算不算因祸得福？不过副总今天居然会站出来替我撑腰，他这种人太危险了，我还是赶紧攒够妈的手术费离开这里。副总，你这是干嘛？走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小没良心的，我刚出面替你解了围，你连句谢谢都不说就想走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多谢副总，现在能松开我了吗？你心里清楚，我想要的绝不只是一句谢谢。副总，除了谢谢，我什么都给不了。强扭的瓜是不甜，但我偏就想这个。副总，这事得讲究你情人，你得尊重我的想法，你这是强人所难。糟了，看他这脸色，不会恼羞成怒了吧？那作为报答，再给我缝块新的安抚巾，这总不过分吧？怎么，这就强人所难了？不会不会，所以副总您要的是这个？不然你以为要的还能是什么？对了，我喜欢银杏叶纹样的。我就说副总怎么会对我太社死了？还点名要银杏叶，这人真是难伺。苏婉欣，你清醒一点，人家是高高在上的副氏总裁，你就是个带孩子的寡妇，他不过是一时心血拿你寻开心罢了。安安还小，婆婆透析的钱还没凑够，我现在唯一的念头应该是搞钱，绝不能被傅景深这种男人给迷惑。进来。你要的安抚巾我做好了。躲那么远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人。东西送到了，我先去忙了。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又这么冷淡？没有。那你看着我说话。你的心跳很快。我没有。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多了。我那是被你突然凑过来吓的，换谁都得心跳加速。是吗？那你连头都不敢抬。苏婉欣，看着我，请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副总，我们之间扯平了。扯平了？你出面帮我作证，我还你一块安抚巾，大家互不相欠。你觉得我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这一块破布？我想要的，自始至终都是你。你想要什么，那是你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你心里有我，我心里有你，为什么非要拒人于千里之外？顶级的医疗资源，最好的学区房，只要你点头，我什么都能捧到你面前。我只是个底层护工，
你是高高在上的富士总裁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傅景深看上的女人，什么时候需要靠家世来衡量了？这银线叶绣歪了，锁边不齐，针脚疏密不一，拿回去重做。等你想清楚了，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想跟我互不相欠，苏婉星，这辈子你都别想。婉星，这阵子你带团团带得很用心。从今天起，团团房里的一切物资调配都交给你来管。张丽，你以后由婉星来管，要全力配合她的工作。好的，四少奶奶。我在傅氏干了6年，从基层护工做到家政部副主管。他一个刚来不到1个月的外人，凭什么骑到我头上？就因为他会哄孩子。张姐，以后多配合。苏小姐放心，我一定好好配合。配合，等着吧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好做的。这个安抚奶嘴是小少爷从出生就含着睡的定制款，没有它，团团根本睡不着。我看你怎么办？怎么回事？平时不是一含安抚奶嘴就睡吗？哎呀，苏小姐，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，把小少爷的安抚奶嘴摔碎了。你瞧，小少爷就认这个，没了它根本哄不睡。还能联系品牌方修吗？这款是国外绝版定制的，早就停产了。不过我听说副总公司的样品库里还锁着最后一个备用款。苏小姐，你本事最大了，上次去副总那边拿东西不是挺顺利的吗？要不你再去跑一趟？上次我刚把话说绝了，现在又去求他，他肯定要借机刁难我。小少爷这么哭下去，嗓子都要哭坏了。四夫人听见肯定要大发雷霆。苏小姐，你忍心看小少爷受罪吗？我试试吧。谁不知道副总这几天正因为项目的事大发雷霆，现在撞上去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重做，副总，这个方案我们已经改了7版了，那就改第8版。明天我看不到合规的，你们都不用来了。是。距离上次他甩门走已经3天了，连要重改的安抚店都没送来，难道真打算跟我彻底划清界限？副总，前台说有一位叫苏婉欣的女士想见您，快让她进来。太好了，她肯定是想通了，愿意跟我好好谈了。耗材安全是第1位，下个季度的新生儿科设备采购方案，我要看到完整的临床数据支撑。傅景深他工作的时候还挺像样的。好，先这样。副总，需要我帮你把电话线插上吗？上次让你考虑的事，终于有答案了。我就知道。小少爷的安抚奶嘴摔坏了，听说你们样品库还有一个备用的，我来拿那个。大老远跑来找我，就为了个破奶嘴？对。想要的话，就自己拿。幼稚。你，这位小姐，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小心！放我下来。这个东西全世界就2个，给了你就绝版了。所以呢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是不是可以给我点回报？
你要的安抚巾，我重新绣好了。手艺这么好，我是不是应该好好奖励你一下？你疯了！不想等了，上次我给了你3天时间，你半个字都没回我。既然如此，我不想等了，我们现在就在一起。不行，我只是个给人打工的护工，我只想赶紧凑齐婆婆的透析费，带我儿子安安好好过日子。我玩不起这种豪门游戏，也不想当大总裁的消遣。苏婉欣，谁告诉你我只是在拿你寻开心？你以为我是那种轻浮的见一个爱一个的男人吗？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你一样让我这么动心。他的表情确实看不出一丝违心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没准备好。好，我会一直等到你愿意。是他的味道，只是闻了一下就……苏婉欣，我不会让你跑掉的。夫人，听说副总最近见谁都发火，昨天甚至把跟了他10年的财务总监都给开了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昨天开会把一群人都骂哭了。苏小姐一个人去副总公司要安抚奶佩了，您说会不会出事啊？糟了，她一个住家护工，万一冲撞了副总，怕是连工作都保不住。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拿到了，副总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他挺好说话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全公司现在都没人敢靠近总裁办，凭什么能全身而退，还顺利把东西拿回来了？苏小姐，副总真的一点都没难为你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他就痛快把东西给你了？你好像巴不得我去见副总，出点什么事儿。哪有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果然是他故意挖坑让我去触傅景深的眉头。既然你先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这可都是进口的有机棉啊，才穿了几次就当垃圾扔，也太可惜了吧。四夫人吩咐过的，小少爷的旧衣服一件都不能留，堆在这儿纯属占地方。那都扔哪儿去了？后院门口的旧衣物回收丛里。果然上钩了。那不是团团的衣服吗？还有四夫人找了好几天的真丝丝巾，怎么全跑到张丽的行李箱里了？5万，想得美，最少5万5，这可都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定制款。下次我可不给你留好货了。他居然敢在傅家眼皮子底下偷东西倒卖，本来还想着大家都是同事，没必要把事做绝。既然你先出手坑我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张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就是来看看这些衣服能不能拿去捐了。拿去捐了，捐到你自己的私人账户里。四夫人，我这几天盘点发现，储物间少了大量小少爷的定制衣物，还有您的私人物品。今天特意请您来抓现行，干得好！夫人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贪财。你看在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放我一马吧。夫人，他这偷鸡摸狗的动作这么熟练，绝对是惯犯。我建议立刻调取近3个月的监控，彻底查查他到底掏空了傅家多少东西。查，必须查到底！现在就去调监控。张丽，我一手提拔你当家业部副主管，平时薪水奖金哪样亏待过你？夫人，我
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家里老人生病等着钱救命啊！家里等钱救命就是你当贼的理由，你被解雇了，今晚立刻卷铺盖滚出傅家！苏婉星，你故意设套搞我是不是？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，都是你害的，你毁了我的前途，我跟你拼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寡妇脖子上是什么脏东西？平时装的跟贞洁烈女一样，背地里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鬼混呢。找了好几圈，怎么还不见他？原来在这儿。想不到你平常装的老实，私下还挺会玩啊！跟哪个野男人鬼混留下的？婉星，你脖子上这是？这是我儿子安安养的。你儿子？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？我呸！分明就是跟野男人厮混留下的。万一你有什么传染病，传染给小少爷团团怎么办？这样不检点的人不配留在傅家。温主管，您可得擦亮眼睛啊！吵什么？傅先生，您看他脖子上那些印子，她一个寡妇，不知检点，跟野男人鬼混。傅家对聘用的护工人员的私人生活不干涉，倒是你盗窃、诬陷、欺主，每一样都是板上钉。不认，就交给警方处理。傅先生说的对，来人，把他的赃物和他一起送去派出所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苏婉星，我什么时候成你儿子了？乱认亲，可是要受惩罚的。你也不想被人看见我们在这儿吧？你的住家宿舍在哪儿？啊？什么？我问你，你住的房间在哪层楼？你疯了！被人看见怎么办？那你是想在这儿？我无所谓。跟我走。承认吧，你心里有我。星，你在吗？四夫人让你过去一趟。有人来了，你快躲起来啊！婉星，婉星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怎么啦？严不严重啊？我没事了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进来了啊。婉星，你都睡了呀？我有点头疼不舒服。怎么了？四夫人说让你去看看小少爷团团，他今晚闹得厉害，谁哄都没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行，那你先缓一缓，我先回去说一声。还不走？人走了，万一还有人过来查岗怎么办？那就继续躲着呗。赶紧走！你赶我走也没用。后天我奶奶扶老夫人办寿宴，所有人都得在场。你做梦！那我就喊人了，说你把我堵在你宿舍里。今天是我老婆子的生日，谢谢各位赏光。看到咱们傅家人丁越来越旺旺，我这心里高兴啊。老三媳妇儿怀孕了，这是咱们傅家的大喜事。谢谢老夫人。
老大虽然身在国外，但海外医疗市场铺得顺风顺水，我也放心。唉，就是老二景深啊，今年都28了，身边连个亲近的女人都没有。他那异性接触应激障碍，你们也知道，碰着女人就犯恶心。我这心里啊，急得不行。傅景深碰到女人就犯恶心。他对我明明就跟粘人的大狗一样，半点回避的意思都没有。老夫人，景深的事儿急不来，缘分到了自然就好了。缘分，缘分，我都等了28年了，所以啊，我今天特意把他表妹请来了。老夫人，思然来给您祝寿了。你们不知道，以前景深应激障碍发作的时候，谁靠近他都粉胃，唯独思然给他递水，他没有抗拒。所以说啊，思然在景深心里那分量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今天借着这机会，让他们多亲近亲近，说不定这事儿就成了。难道他喜欢他表妹赵思然？我这是在吃醋吗？苏婉欣，你清醒一点。他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是一个住家护工。表妹这模样长得确实水灵，依我看啊，今天这满屋子的女眷，也就只有4房那个小护工苏婉欣能跟表妹比一比姿色了。婉欣这丫头做事确实周到贴心，所以我们家团团才这么黏她。四夫人过奖了，拿我跟一个伺候人下等人相提并论，哼，真是晦气到家了。景深哥哥，你来啦！团团，这么多天没见，小二说了没？二爷来了，快入座吧。想你，爹爹。魔鬼，这人简直就是魔鬼！景深哥哥，你最近工作忙不忙？忙。我去集团找过你，特助说你不在。那你什么时候不忙？我们一起吃个饭。不去。我知道有家新开的私厨。我没看花眼吧？景深哥哥居然在桌子底下跟那个贱护工勾勾搭搭，为什么？我喜欢景深哥哥那么多年，居然被一个住家护工抢占了先机。婉欣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团团该换尿不湿了，我带他去一下。景深哥哥从来不对任何女人小，看来我真没猜错。我绝对不会让你把我看上的男人抢走。这不要脸的狐狸精，竟然敢在眼皮子底下勾引我表哥！既然你这么缺男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赵小姐，您交代的事儿我都安排明白了，那小娘们人呢？812员工休息室，她一会儿换完尿不湿，肯定会回去拿东西。我已经在她的杯子里下了药，药效马上就发作了。傅老夫人最看重脸面，傅家最怕丑闻，你一定要往大了闹。赵小姐放心，这事儿我王虎最拿手。事成之后，这是定金，拍下照片，我要让她身败名裂。赵小姐放心，保证让她难忘。在老夫人的寿宴上，住家护员跟野男人厮混被当场抓住，老夫人绝对放不下的。到时候景深哥哥也会觉得他脏，自然就回到我身边了。苏小姐，照顾孩子真是辛苦你了。头好晕，浑身发烫，难道是发烧了？不对劲，我得赶紧回员工休息室歇会儿。
不对劲，我得赶紧回员工休息室歇会儿。小护工，一个人啊？你是什么人？这是内部休息室，你走错门了。没走错，哥哥，我今晚找的就是你。躲什么呀？过来陪哥哥好好乐呵乐呵。你这小模样可比照片上水灵多了。照片是谁派你来的？嘿嘿嘿，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。这里不能待了，得赶紧出去找人，去找傅景深。糟了，我的腿一点力气都使不上。是不是我刚才在桌下斗量太过分，惹他生气了？傅景深，你来了。海星，你怎么了？有人给我下了药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别怕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苏婉诗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你是傅景深，跟你做这种事，我愿意。奶奶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的人刚才看到府上那个住家护工苏婉欣4带陌生男人来酒店，两个人在房间里搂搂抱抱，举止不堪。不可能，苏小姐不是那种。四嫂，今天可是老夫人的寿宴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大家肯定说傅氏管理层治家不严，那傅家的面子，集团的声誉还往哪儿放？人在哪儿812员工休息室，我带你们去。苏婉欣，这回你死定了，没了你，景深哥哥就是我的了。你说的人在哪儿？不可能的，我的人明明说的。小妹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一定是他跑了，他肯定还在酒店里。够了，今天是老太太我的生日，你非要闹出点事儿来，才不甘心。奶奶，我没有。闭嘴，回去。这是哪儿？我的专属套房。今晚之事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你。你待过的812已经不安全了。苏婉欣，我不想趁人之危。告诉我，接下来发生的事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傅景深，之前是我自己不愿意有感觉了，觉得我们身份差太多。我要你，不是因为要，是因为你。傅景深，之前是我自己不愿意有感觉了，觉得我们身份差太多。我要你，不是因为要，是因为你。躲什么？刚才不是挺大胆的？你闭嘴！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苏婉欣，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没什么关系。你再说一遍。就是没什么关系。苏婉欣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刚才跟我……别说了，我偏要说。你刚才跟我做的事，是没什么关系的人能做的。我傅景深活了29年，第一次被女人当工具用，用完就扔，你够狠啊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说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要我怎么做你才肯承认？
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就没想过要再嫁人。那你还跟我，你玩我？傅先生，成年人的世界不都是你情我愿吗？我有产业，有能力，能护你和家人周全，到底有什么不好？傅景深，你很好，所以你找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，就是不应该找我。你就这么走了？副总，打扰了，我有急事汇报。说，那个男人我查到了，王虎，34岁，有案底，是赵思然花5万块雇的，药也是他提供的。人呢？在楼下保安室关着，怎么处理？先关着，明天再说。去给我跟着他，我怕赵思然不死心，再找他报复。去给我跟着他，我怕赵思然不死心，再找他报复。苏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怎么了？您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赵思然小姐带着老夫人和一大群宾客，冲到812房间要捉奸。赵思然果然是他，他给我下药，还有雇王虎害我，原来他早就设计好了，要让我在老夫人寿宴中身败名裂。好啊，你敢害我，我这人别的没有，做护工练出来的手劲儿有的是。到底跑哪儿去了？那个贱人！算他命大！给我下药！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！找王虎来毁我清誉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害人！别打了，我说你。想不到他还有这么泼辣的一面。江哲，别傻站着了，到你了。收到。苏婉欣，我不知道你昨晚怎么逃掉的，但我警告你，别痴心妄想勾引景深哥哥，他那样的家世，你一个住家护工配不上。识相的就自己滚蛋！他要是愿意勾引我就好了。景深哥哥，你们什么关系？纯友情。景深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纯友情。景深哥哥，你是不是太久没接触女人了？景深哥哥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异性接触应激障碍才不敢靠近女人，但我不一样，我不怕你，
你让我陪你，好不好？不管那个护理用了什么手段勾引你，我肯定比他做得更好。我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愿意学。景深哥哥，你看看我哪点不如他？咱们可以玩点不一样的。景深哥哥，你干嘛？赵小姐花样如此繁多，不如让我奶奶他们也见识一下。我错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老夫人。那你就在这好好反省反省。团团的辅食粥都熬好了，我的早饭呢？这饭团堵不住你的嘴是吧？谁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强吻我的？亲我自己的女人怎么了？咱俩都已经是……别胡说八道！一旦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，我这份住家护工的工作肯定保不住。所以，你就当我们俩是各取所需吧。敢跟我甩脸子了，这是把我当自己人了？都怪苏婉欣那个狐狸精，景深哥居然为了她把我绑在配餐间，害我被保洁当笑话看，丢死人了！还警告我永远不准再出现在他面前。苏婉欣，这笔账我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思然，你走这么急干嘛？你这脸怎么贴成这样了？没事儿，三嫂。刚才在花园不小心被马蜂蛰了几下。哦，马蜂啊！我看你是怕这副狼狈样被景深撞见吧？三嫂，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懂，我都懂。女孩子嘛，在心上人面前脸皮都薄。三嫂，有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说出来，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。自家姐妹有什么话直说。你们傅家上上下下这么多名媛女眷，论脸蛋儿，论身段，居然没一个比得过那个叫苏婉欣的住家护工。她那双眼睛那么会勾人，你说哪个男人见了能犯迷糊？三嫂，你家三哥早年不就经常和医疗器械公司的女销售传绯闻吗？你可得多留个心眼儿。我听说他以前就撬过同事的晋升名额呢。表妹，多谢你提醒我。你今天这番话，三嫂我记在心里。苏婉欣，过来，给我按按肩。三太太，我手里还有活没忙完，团团马上就要吃辅食了。别的活，你不过就是个伺候人的住家护工，主子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给我滚过来！三夫人，按的差不多了吧？我真得去给小少爷准备辅食了。我喊停了吗？继续按。对了，我脚指甲长了，有点磨脚，你去给我剪剪。我喊停了吗？继续按。对了，我脚指甲长了，有点磨脚，你去给我剪剪。怎么停了？嫌脏不愿意？一只脚趾1万块，我给你10万。三夫人，我的职责是专职照顾小少爷团团，不是来给您缩脚的。您的钱我受不起，这活我也干不了。你这贱骨头什么态度？一个拿工资的护工也敢给我甩脸子？三夫人，我敬您是傅家的三少奶奶，但我的工作是4方人亲自安排的。三弟妹出手真是阔绰，剪个脚趾头就省10万块。看来我每个月给三弟的分红是给的太多了，三弟妹这钱多的没处花。二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江哲，以三弟妹的名义给困境儿童医疗救助项目捐10万。另外，
下个月停发给三弟的200万分红全划到基金会账上。三弟那边我会亲自通知他。不生气了吧？还行吧。还行，那就是不生气了，可以给我个名分了。你小点声。别人听见怎么了？我傅景生谈个恋爱还要偷偷摸摸。你别说了，让别人听见怎么办？我要去照顾团团了。行，我不说。那你晚上来我房间找我。我不说。那你晚上来我房间找我。这光天化日的，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还要去照顾团团，先走了。婉欣姐，你脸怎么红的跟猴屁股似的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没事，可能刚才在后花园晒太阳晒的。后花园？今天一整天都是阴天啊，连个太阳影都没见着，你怎么晒的？我去看看团团的奶粉还剩多少。我刚冲完澡，你什么时候过来？乖乖等你哦。这男人怎么跟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粘人？算了，就当没看见。手机坏掉了吗？看不见邪气闭起，送个最新款过去。不用，手机没坏，刚才在忙着给团团消毒奶瓶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这张角度更好，好看吗？傅景深，上次在酒店是因为我被人下了药，脑子不清醒才跟你那样。你别再发这种东西逗我了，行不行？什么意思？傅景深，你再不走，我可喊其他护工过来了啊！你随便喊，最好把傅家上下的佣人全喊来。你这活祖宗到底想干嘛？让他们都看看，我傅景深大半晚站在女护工宿舍门口想干什么。你这么不想见到我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么不想见到我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别急，我说完就走。你说上次是被下了药不清醒，那好，我等你清醒的时候。但我是不会放弃做你男人的。婉欣姐，你睡了吗？四挑问你明天团团的疫苗本放哪儿了？在床头柜第2个抽屉里。哦，好。你声音怎么怪怪的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了，明天你休假，可别忘了哦。好。你还不走？走之前要一个东西。你做梦。那我就不走了。行了，快走。晚安。上车。不用了，我叫了车。取消了，我送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放假？我什么都知道。你是想让我下车请你？你是想让我下车请你？我身上也没消毒水味啊。你干什么？
这车后座就这么大。你坐回去。我是透明的，我是空气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还真是什么机会都不错过。婉星啊，你到家了没有？我给你找了个好对象，人家在富士医疗当行政，愿意出8万8彩礼呢。你今天有空见见不？张婶儿，我现在不想相亲。一个寡妇带着孩子，还有个要透析的婆婆，有人要就不错了。人家不嫌弃你就偷着乐吧。就这么定了，下午2点，在你家楼下糖水铺见。相亲就是一个亲戚瞎张罗的。8万8彩礼。你别问了。婉星啊，可算把你盼回来了。这回给你介绍的男方条件绝对没得挑。张婶儿，我现在的重心都在工作上，暂时不想考虑相亲的事儿。哎呦喂，你都快30的老女人了，还在这挑肥拣瘦呢？你以为你还是黄花大闺女啊？你一个克死老公的寡妇，能有人愿意接盘就谢天谢地吧？张婶儿，我们家婉星的事儿她自己能做主，你别在这儿强人所难。张婶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现在真的不需要。我这叫强人所难，我这是菩萨心肠。你也不瞅瞧这破房子，你们孤儿寡母带着个奶娃，还得供你这无底洞的尿流病，过的那叫人的日子吗？嫁过去，好歹有男人能养活你们一家子。来了，肯定是我说的那个金龟婿到了。这就是我跟你们提的李健，富士医疗的行政科副主管。旁边这位是他母亲，就长这样，脸蛋还凑合，就是屁股太小了，一看就不好生儿子。妈，我觉得这模样挺对胃口的，比我前头那个强多了。行吧，那就勉强定下来吧。彩礼按说好的8万8给，但嫁妆必须陪送一台20万的全新 SUV， 二手的我们家可不要。张婶儿，我从头到尾都没说过要答应相亲，更别提什么定下来了。你这死心眼的孩子，人家这么好的条件打着灯笼都难找，你还端什么架子？张婶儿，这男的我认识，前2天还在巷口棋牌室打牌输急了眼，跟人动刀子打架呢。你个老败不死的，骂谁浪贩赌鬼呢？我儿子那是真孝宗老太婆，儿媳妇是个带奶娃的二手货，有人肯要你们就该高香了，还敢挑3拣4。就是，你以为你是天仙下凡啊？要不是看你这脸蛋儿还算标致，倒贴都没人要。没人要，我要。你谁呀？他男人。没人要，我要。你谁呀？他男人。他男人？你？哪儿来的穷酸小白脸？你是他什么人？男朋友？不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我。婉星，你啥时候在外面找了男人？怎么连婶子都瞒着？事已至此，躲也没用了。婉星的事儿，他自己心里有数，用不着事事向你汇报。我看这穷酸小子根本就是你为了拒婚随便从大街上拉来的群演吧？没错，他就是我男人。他真的是你男人？他终于肯在别人面前承认我了。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可惜是个没钱的小白脸。小伙子，你在哪儿高就啊？一个月能挣几个子儿？养得起这拖家带口的一大家子吗？自己做点小生意。小生意，摆地摊的吧？能跟我比？我可是富士医疗的行政副主管，你知道富士医疗什么概念？江城最大的私立医疗集团，我能进去可是托了集团高层的硬关系。哦，是吗？那确实挺手眼通天的。平时在公司雷厉风行的，没想到演起戏来装傻充愣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算你小子识相，我劝你赶紧滚蛋！
别在这瞎掺和。张婶可是先给我儿子牵的线。江哲，是我，马上通知下去，集团所有行政岗的人员今天下班前全部重新审核，只要有一丁点不合格的，立马开除。重点查一查行政科的副主管。婉星，他到底是谁？我姓傅，傅氏医疗的傅景深。婉星，他到底是谁？我姓傅，傅氏医疗的傅景深。傅景深，你是傅景深，那我就是傅景深的爹。哎呦喂，笑死我了！小伙子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你要是傅氏掌权人，我儿子就是傅氏总裁。我还真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。婉星啊，你从哪儿找来的演员？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行了，别演了，走，跟我回去先把证领了。我跟你拼了！刘主管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被开除了，为什么？儿子，怎么了？我被开除了，傅氏把我开除了，而且整个医疗行业都不会再要我。副总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真的是您，我永远不识泰山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。你玩书职守，值班期间去棋牌室赌博，又道德败坏，强行逼婚，傅氏不需要你这种人。副总，我儿子就是一时糊涂，您大人大量饶了他这一次吧。再不走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你儿子之前聚众赌博、动手伤人的案底，够判几年的，你自己想清楚。走，快走！走，快走！张婶，以后婉星的事不劳你操心。是，我再也不管了。副总您放心。傅先生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留下来吃顿便饭吧。看我干嘛？妈问你呢。谢谢阿姨，打扰了。傅先生，家里简陋，别嫌弃。谢谢阿姨，叫我景神就行。站着干嘛？进来吃。傅总，我进来吧。婉星啊，你和金深到哪一步了？该发生的、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这家伙怎么能这么一本正经的说这种话？妈，你怎么问这种问题？行，我不问。景深啊，婉星在你们家做事，多亏了您照顾。都是我愿意的。景深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回答我。阿姨，请说。你对婉星是真心的吗？景深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老实回答我。阿姨，请说。你对婉星是真心的吗？是。今天多谢你帮我们打发走那家人，要不是你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。阿姨客气了，那是他们太过分。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，我们推掉相亲，不是因为对方穷，我们不图荣华富贵，只图一个真心。阿姨，我知道，婉星她善良、坚韧、敢爱敢恨，谁和她在一起都会获得幸福。如果我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，绝不朝三暮四。他居然会这样评价我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安安困了，我先哄他睡。季深，天不早了，你今晚就在这儿住吧。地方小，但凑合一晚还是可以的。妈，怎么了？人家帮了这么大忙，留人家住一晚怎么了？沙发我收拾过了，能睡。谢谢阿姨，那就打扰了。傅总，晚上我睡哪儿？门口。啊？车里，后备箱有毯子。
我堂堂集团特助，居然沦落到睡车里。婉星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妈，您说。我看景深这孩子是个可以托付的人，我不是因为他有钱才这么说的，我是看他看你的眼神，他看你的时候，眼睛里全是你。这种眼神，你公公当年也这样看过我。你不要有负担，咱们家虽然条件不好，但你不是高攀谁，你是凭你自己的本事被人喜欢。安安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，你幸福了，安安才能幸福。所以啊，你要是喜欢他，就大胆去相处，不要觉得自己配不上，你配得上任何人。妈，我知道了。你进来干嘛？你进来干嘛？苏婉星，你今天当着李健和张婶的面说我是你男人，我那是被逼的，不然那家人赖着不肯走。安安在睡觉。你说的话我当真了，你赖不掉了。回去我就跟家里说我有女朋友了。傅景深，先别说。为什么？你昨天不是已经承认了吗？我承认了，但我还没准备好面对你家里人。傅老夫人、你四弟妹温念柔，还有你四弟傅景逸那边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图你的钱？会不会反对？我不想让你为难。苏婉星，你听好了，我傅景深找女人不需要任何人同意。可我需要他们接受我，不是因为我怕他们，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被人指指点点。你让我先做好心理准备，行吗？好，我等你，但你得给我点甜头。甜头？教了你那么多次，还不会吗？我先走了。我不明白，我不多谈。你哼的什么？我不明白，我不多谈。你哼的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最近网上很火的一首歌。别唱了。副总，真的不公开啊？当然不可能。总有一天，我能够牵着他的手，大大方方地告诉所有人，我爱他。哟，我这出国谈合作3个月，傅家什么时候请了这么标致的住家护工？别走啊，我跟你说说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三少爷，麻烦让一下，小少爷该回去喝辅食奶了。哟，还知道我是谁？那你知不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除了老夫人和我二哥傅景深，就我说了算。三少爷，请您自重。自重？我就喜欢你这股不卑不亢的劲儿。跟着我吧，比在这里当护工强100倍。我给你买江景房，买跑车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有意思。我就不放你一个住家护工跟我摆什么架子？你知道多少人想攀上我吗？放手！再不放手，我叫人了。叫啊！你叫破喉咙看看有没有人来。傅景浩，你昨天晚上就到江城了，却一夜没回家，原来是在这里跟狐狸精厮混。傅景浩，你昨天晚上就到江城了，却一夜没回家，原来是在这里跟狐狸精厮混。疼！雅琪，你赶紧松手！我哪有闲工夫跟人厮混？我就是跟他打个招呼。打个招呼？你真当我是瞎的？你这咸猪手都摸到人家腰上了，还叫打招呼？就你这贱蹄子，一个拿工资的住家护工，也敢不知死活勾引我老公？你也不拿镜子照你那穷酸样，你配吗？虽然表妹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，看来你真是下贱到了骨子里。三夫人，
请您把嘴巴放干净点。我没有勾引任何人，是三少爷死皮赖脸拉着我不放，我一直都在挣脱。你个下人，还敢顶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仗着这张狐媚脸到处招蜂引蝶，我今天就替傅家撕了你这张皮！三嫂，在我的地盘动手打我傅的人，不合规矩吧？你的人，他勾引我老公，我教训他怎么了？勾引你老公，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这些照片，三嫂要不要先看看，再决定怎么收场？傅景辉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三嫂，这才是三哥在外面养的人，已经3个月了。婉欣，我们走。傅景辉，你个混蛋！你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在家天天唠叨，出来透透气怎么了？透气？我都怀孕3个月了，你出来找女人透气？你打我的！我18岁就跟了你，你找那么多女人我都不计较。可是你现在居然敢打我！18岁就跟了我，你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给你个名分就不错，以后少管我。18岁就跟了我，你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给你个名分就不错，以后少管我。刚才那阵阵儿没吓着你吧？还好您出面解围，不然我今天肯定被他缠在正厅脱不了身。三哥那德行，从小就这样，见一个爱一个，从来没个定性。三嫂心里明镜似的，就是自欺欺人，不愿意承认，每次都在外面找无辜的女人撒气，摆明了是觉得你好欺负。四夫人，我有点想不明白，您怎么算准了三少爷今天回来，而且连他出轨照片都提前备好了，一招就掐住了三嫂的七寸。你真以为我有那闲工夫去查他？我可没兴趣天天盯着他的行踪。是景深，他前几天在公司听说三哥要回国，立马给我打了电话，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盯着点儿，别让你受委屈。四嫂，三哥过2天就回江城，他是个什么货色，你心里清楚。只要他在家，就没安生日子。谈谈现在正离不开护工，怕他那双脏手又伸向婉欣。我懂，他那德行我早就免疫了。他在外面养小情深的底细我都查资料，马上发你。到时候刚好能当你的挡箭牌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他居然把这点小事记到现在，还提前安排好了一切。他居然把这点小事记到现在，还提前安排好了一切。以前啊，景深对这些家长里短的现事看都不看一眼。如今他人在外地谈医疗器械的合作，还特意惦记着家里的事。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惦记着团团呢？居然连这种细节都提前考虑到了，这个男人总是比我想象的更周全。希望我这么做是正确的。这是我们俩昨天约定的敲门暗号，他来了。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，还非要下班到你宿舍才能给我？怎么不开大灯，还这么香？妈，准备的惊喜不好意思拿出来。妈，准备的惊喜不好意思拿出来。
婉清，四夫人都告诉我了，三少爷的事是你安排的。他多嘴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说过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你说过很多次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送你一份礼物。这份礼物是我自己。你确定？在这里？万一有人敲门？门锁了，窗帘拉了。婉欣姐，你今天气色真好，春风满面的。有吗？可能是睡得好。我看不只是睡得好吧。不过三夫人那边可就惨了，听说她被推倒以后直接流产了，孩子没保住。你说什么？就昨天的事儿啊，三少爷和三夫人打架，推搡的时候三夫人摔倒了，当场就出血了。三夫人流产了，她一定会把这件事怪到我头上。她不会怪自己丈夫，不会怪自己，只会找一个替罪羊。不行，我得小心，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三嫂，三嫂，你别太难过了，孩子还会有的。我的孩子没了。我知道，都是苏婉欣那个贱人害的。要不是他勾引三哥，你跟三哥就不会吵架推搡，就不会……你也被他害得不轻。我被傅老夫人禁足了，她现在在外面租房子住，连傅家的门都进不去。景生表哥还让人盯着我，说我再靠近傅家就报警。三嫂，你不恨吗？我们都被苏婉氏害了，我的名声毁了，你的孩子没了。我恨，我恨不得他死。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那就一起让他付出代价。我有个主意，就是每年举办的医疗行业新年慈善晚宴，宾客最多，人也最杂，到时候我们让他永远翻不了身。好，你跟我说怎么做。苏婉欣，这次你完蛋了。苏婉欣，这次你完蛋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的孩子死了，你们个个却都有自己的孩子？失去挚爱的痛苦，我要让你们都好好感受一下。景生表哥，你来了，我等你半天了。今天送你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婉欣，你去吧，今天我给你放一天假。谢四夫人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怎么总感觉金深对婉欣有些不一样？三嫂，人安排好了吗？好了，楼下有我们的人，等他跟家人说完话，回来看烟火的路上就动手。今晚让他永远消失。
傅先生让人接我们来的，他说你想我们了。景深的孩子隔三差五就让人送东西，补身体的营养品，安安的奶粉辅食一样都不缺。傅景深竟然悄悄做了这么多，他是个靠谱的人，你可别辜负人家心意。妈，我知道了，快上去吧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我跟安安在这儿看烟花，一会儿江助理会送我们回去。声音好熟悉。等一下，站住！把孩子放下！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！把团团给我，我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当什么都没发生？你觉得有这好事？你觉得有这好事？你别过来，我报警了！醒了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们？有人花钱要你消失。至于这个孩子，已经有2个买家在路上了。开价50万，谁出价高谁带走。你们疯了！那是傅家的孩子，你们跑不掉的。傅家又怎样？拿了钱，我们出国，谁找得到？你们知道傅氏医疗的傅景深是什么人吗？老实点，再吵把你嘴堵上。他要是找到你们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你们现在把孩子送回去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钱的事，我也可以帮你们说清。你一个护工能说上什么话？别做梦了。来了，王老板，货在里面，你看。别碰他！你们要碰他，先从我身上踩过去。别碰我的孩子！你一个护工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一个护工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傅爷饶命！我就是个买家，真不知道这是傅家的小少爷啊！婉欣，你终于来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到我的。副总，外面接应的都拿下了，他们招了，是赵思然小姐雇的他们，背后出钱的是三少奶奶周雅琴。赵思然，还有周雅琴，我要让他们后悔生在这个世上。没事了，我已经让人把团团送回司夫人那边了，你安全了，团团也安全了。我以为我护不住他。你护住了，你把他护得好好的。倒是你自己弄成这副样子，疼不疼？有一点。以后不许再这样逞能，遇到危险先保护好自己。可是团团我会安排人去救。你保护好自己，就是在保护我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我之前给你的手机里的定位功能打开的？你保护好自己，就是在保护我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把我之前给你的手机里的定位功能打开的？就上次三少奶奶流产闹事之后。婉欣姐，其实大家都说三夫人这胎保不住，多半是她自己作孽的报应。
怎么说？你刚来不知道，之前有个护工勾搭了三少爷，后来被三夫人发现，那护工就莫名其妙失踪了，连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。这种豪门里的暗杂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还是把定位打开，以防万一吧。就算你开了手机里的定位功能，下次也不能这么冲动，知道吗？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就看到团团被人推走了，不能让他被带走。江哲告诉我你追出去的时候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甚至不敢想，如果定位没信号怎么办？如果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怎么办？苏婉诗，你不能出事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他们串通好，先让人贩子偷走小少爷团团，引开视线，再安排人在废弃仓库里，准备彻底毁了苏婉清小姐的清白。铁证如山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铁证如山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先生，团团才那么小，他才几个月大，你怎么能下得去手？他是你的亲侄儿啊！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我的孩子没了，我太难过了。你的孩子没了，你就要害我的孩子？还招你惹你了？够了，周雅琴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傅家的人。老三，你道德败坏，家风不正，整天勾三搭四，害得女人为你争风吃醋，差点害死团团。从今天起，你的继承权取消。是我最不耻这样的男人，管不住自己，还连累身边的人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这样。老夫人，我是被三嫂指使的，她自己不敢出面，逼我找人动手。放屁！够了！老夫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您就看在我从小在傅家长大的份上，饶我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老夫人，我能治好景深哥的异性接触应激障碍。景深，你说怎么办？毕竟思然是之前唯一能靠近你的女性了。赵思然，你做的那些事，不是磕几个头就能抹掉的。奶奶，这件事交给我处理。谁告诉你们，她是我唯一能接触的女人了？她是我唯一能接触的女人了。什么？她买通人贩子，绑架团团，意图加害，这是刑事犯罪，一视同仁，交给警方处理。景深哥，你不能这样！我是唯一能靠近你的女人。你忘了小时候你生病是我给你喂的水吗？当年我烧得快晕过去了，谁给我喂水我都喝。谁知道这个谣言最后会传成这样。原来是谣言。把他带下去。从今天起，赵思然跟我傅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再让我看到你出现在傅家，直接报警。都散了吧，我累了。你跟我来书房。景深，你把思然也赶走了，那你的异性接触应激障碍怎么办？你身边连个挡箭牌都没有了。大房那边，你大哥一直盯着你的位置，他明天就回来了。奶奶，我有分寸。你上次说有个不讨厌的女人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真的，快把她找来。是真的，但他不想公开，我不想强迫他。你知不知道大房那边已经磨刀霍霍了？你大哥那个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他心有不甘，觉得老爷子偏心，觉得你挣的那些股份和家产本该有他一份。我知道，但这件事我会自己解决。听说老二把赵思然也赶走了，现在他身边一个能碰的女人都没有。他自掘坟墓，家族信托条款摆在那里，他结不了婚，生不了孩子，继承权迟早是我的。可是老夫人护着他。
老夫人护不了他一辈子。老二挣了那么多钱，那么多股份，凭什么全是他一个人的？老爷子当年就是偏心，明天董事会我让他好看。医生，真的没关系的，就是一点皮外伤。你可就别为难我了，是傅先生非要我给你做个彻彻底底的全身检查的。李医生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倒是没有，不过有个好消息，你怀孕了，大概6周。您说什么？你看 ，Hg 指标明确 ，B 超也能看到囊囊。你怀孕了，苏小姐。我怀孕了。不过你最近受了伤，身上有淤青，好在没有伤到腹部，胎儿暂时没问题。但接下来一定要注意休息，不能再劳累了。需要我帮你通知家属吗？不用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，那你自己注意身体，下周来复查。怀孕了，我居然怀孕了！是妹子在配餐间之后，还是出租屋那晚？怎么办？这个孩子要还是不要？婉欣姐，你最近怎么了？老是走神，还总摸肚子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怀孕了呢。别瞎说。婉欣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大房那边回来了，大少爷傅景洪要抢傅先生的继承权。什么意思？你听说了吗？大房那边回来了，大少爷傅景洪要抢傅先生的继承权。什么意思？老爷子当年立了家族信托条款，傅氏继承人必须30岁前结婚，35岁前有孩子。傅先生今年28，还有不到2年，可他那个异性接触应激障碍，碰不了别的女人，上哪儿结婚生孩子去？大房大少爷就想趁机把他儿子塞进董事会，架空傅先生。傅先生也太冤了，那么大的医疗集团，要是因为结不了婚被人抢走，多可惜啊！苏小姐，副总让我来找您，方便说几句话吗？苏小姐，我知道您不想公开跟副总的关系，但现在情况紧急，明天董事会，大少爷要强行启动信托条款的过渡方案，要是通过，副总对你的心思比谁都清楚，他从来没逼过你，哪怕到这地步，他还是说他不愿意，我不逼他。可现在只有您能帮他，您是他唯一能接触的女人，您要是愿意站出来，大少爷的阴谋就落空了。让我想想，我肚子里就是他的孩子，如果我告诉他，如果我站出来，大哥，你一回来就搞这些幺蛾子，真是急不可耐。二弟，我不是搞事儿，我是为了集团的未来着想。老爷子立的信托条款大家都清楚，景深的情况你也知道。与其等到最后一刻被动交接，不如提前准备。我提议，让我的长子傅耀进入董事会，担任副 CEO， 用2年时间熟悉业务，为将来交接做准备。这是对集团负责，对所有股东的利益负责。我提议，让我的长子傅耀进入董事会，担任副 CEO， 用2年时间熟悉业务，为将来交接做准备。
这是对集团负责，对所有股东的利益负责。景深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，董事会可以投票表决。那就投票。但在投票之前，我提醒各位一句：老爷子立的信托条款是30岁之前结婚，35岁之前有孩子。我现在28岁，还有2年，2年之内我会结婚。跟谁结？你碰得了女人吗？我听说有人在董事会上闹事。奶奶，不是闹事，是为了集团的未来着想。董事会已经有过半成员同意提前启动过渡方案。景深既然无法在期限内完成信托条款，就应该早做准备。景深，你上次说找到了那个你不排斥的人，到底是谁？带出来给我们看看。他现在还不愿意公开，我说过，我不会逼他。不愿意公开？景深，你编也要编个像样的人出来。谁不知道你有异性接触应激障碍，碰不了任何女人？我看不如这样，今天就投票，同意我长子傅耀进入董事会担任副 CEO 的，请举手。回来了。我不同意。同意我长子傅耀进入董事会担任副 CEO 的，请举手。回来了。我不同意。我就是傅景深唯一不排斥的女人。你一个护工，你就是景深编出来的那个人？是，他接触别的异性会触发应激反应，但唯独能碰我。那又怎么样？家族信托要求的是30岁前结婚，35岁前生子。你能给他生孩子？我已经怀孕6周了。这是3甲医院的孕检报告。是，孩子是傅景深的。我没有孩子啊，真的。什么时候查出来的？上周拿到的报告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傅总不是有异性接触应激障碍吗？怎么突然就有孩子了？不可能！这报告是假的！你一个底层护工，为了攀附加，什么事干不出来？就算报告是假的，傅景深的反应难道也是假的吗？太棒了！傅总结婚，我必须做主桌。你们当众成何体统？报告是3甲医院主任医疗出的，你随时可以去查。傅景深接触别的异性就会恶心反胃，却能和我亲密接触，现在你信了吗？我现在有了婉欣，也有了孩子，大哥，你的过渡方案可以取消了吧？既然如此，便取消吧。散会。等等，我说能散会了吗？大哥，你口口声声为集团着想，可你这些年做了什么？你在器械子公司挂个闲职，每年拿走几千万分红，核心医疗项目的事你管过多少？景深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顾手足情分，觊觎我的家业，那我也没必要再顾念什么兄弟之情。从今天起，你和你家人的一切供给全部停止。各位，这是我为富士医疗创造的业绩，5年时间，集团市值翻了3倍，旗下12家私立医院患者满意度连续4年全国第一。这些都是团队的努力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。那你呢？你的功劳在哪儿？这是你经手的3批高值耗材采购的审计报告，资金流向不明，涉嫌套取医保，
是供应商回扣。奶奶，我要求将傅景洪逐出傅氏产业，他不仅无能，而且违法。奶奶，我是您孙子，您不能这样对我，景深他污蔑我。你小时候你说有弟弟打理家业就行，你在外面挥霍，景深给你填了3次窟窿，你现在还要抢他的东西。景孙从小刻苦，一个人撑起这个家，他的贡献在座各位都看在眼里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傅氏医疗集团只能由景孙做主，谁有异议，现在站出来。婉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团团，谢谢你愿意站出来。谢谢老夫人，还叫老夫人。奶奶，二少，婉星，你们这是？四嫂，我跟婉欣在一起了，她怀了我的孩子。我就说嘛，之前我就觉得你俩不一般。二少看婉星的眼神跟看别人完全不一样，太好了，这样团团以后也有二少多照顾了。婉星，你可得好好养身体。谢谢四夫人。从今天起，搬到我房间住。你这也太快了。快吗？我等了好几个月了。你会不会怪我董事会上出来的太晚了？不会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站出来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那如果我没来呢？你会不会失望？不会。如果你没来，那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我会继续等，等到你愿意的那一天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不傻，当然不傻。妈，我跟傅景深在一起了，我怀孕了。好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妈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提前跟您商量。有什么好道歉的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婉星，你记住，你的感受和需求要放在第一位，不要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这是好事。他特意嘱咐我孕期别乱跑，我炖了他爱喝的虫草花乌鸡汤过来，他肯定很惊喜吧。你好，我们找傅总，我是王氏医药的千金，我是陈氏细流器械的，我爸跟傅总有长期合作，我是周家的，我姑姑跟傅老夫人是闺中密友。好的，您几位稍等，我马上转上核实。听说傅总的异性接触应激障碍好了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等会儿见了人嘴甜一点。你这裙子是不是太素了？人家傅总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你是谁啊？哪家的？我来找傅总。就你穿成这样也来见傅总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超重了，谁最后一个进来的？自觉下去。说你呢，赶紧下去，别耽误我们见傅总的时间。傅总，怎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？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谁让你们来的？我傅景深已经有未婚妻，不需要任何人给我介绍对象。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妻苏婉清，特意来给我送汤的。你这2天在集团加班，没怎么好好吃饭。都快订婚了，还这么闲不住。今天叫大家过来，是商量景深和婉星的婚事。
我找人算过日子，下个月18号是宜嫁娶的好日子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奶奶做主就好，我没意见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婉星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傅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替你撑腰。傅总，您这领带都整理5、6次了，再扯就要坏了。傅景深先生，你愿意娶苏婉生女士为妻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她、护她、珍惜她，直到永远。你急什么呀？苏婉生女士，你愿意嫁给傅景深先生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他、护他、珍惜他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你说过的每个誓言都在心跳里沉。傅总，你终于成家了。傅景深，我们真的结婚了。怎么你还想反悔？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。老婆，你身上的洋甘族护手霜味儿怎么越来越稳了？傅景深，我还怀着孕呢，你想干嘛？我问过周叔了，熬过孕早期，适当的亲密接触反而能缓解孕期焦虑哦。